大家好，我是佳佳。我相信大家都有乘坐火车的经验，就是要先看时刻表，然后呢再买票，并且到指定的月台等待火车的来临，对吧？我对火车的印象就是它的便当很好吃，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觉得火车站卖的排骨便当超好吃。而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是由作家周鼎国先生所提供的。他说，这是以前一个曾经在北部某火车站当保全的大哥所听到的故事。而这个保全大哥说啊，10年前他刚入这行的时候，就被派到北部某个火车站工作。那个时候他才40岁，当时呢，有一位前辈跟他讲这个故事啊，让他印象深刻。那么，故事开始喽。大约在10多年前，北部有一个火车站，它是三铁共构的关系。什么是三铁共构？就是这个车站有台铁、高铁、捷运的搭乘站，方便旅客能在这个车站互相转乘不同的交通运输工具。而这个车站因为有台铁、高铁跟捷运，所以它的交通动线指标都非常的不清楚。或许设计的人觉得很清楚，但是很多旅客都看得很模糊，也因为这样，常常会让人走错方向。那事情就发生在一个夜晚，有一位80几岁的阿婆，她拖着行李要搭乘火车，可是由于指标不清楚的关系，所以呢，她就走迷路了。因为找不到台铁的月台在哪里，眼看时间就要接近火车进站的时刻，他整个人就很慌张。直到遇到一个好心人的指引终于知道要搭乘的火车月台怎么走。结果没有想到，他快要抵达这个月台的时候，火车呢竟然响起了警铃，然后关闭车门，并且缓缓地发动。而这个阿婆因为年纪很大，又加上背着一大袋的行李，眼看火车就要开走了，所以呢，她就追着火车，一边跑一边有气无力地喊着：“等一下啦，等我啦，我要被救车呢！”结果话还没有说完，这个阿婆就因为太过紧张，又加上呢边跑边喊，结果上气不接下气，就这么倒在地上，没了呼吸。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就有一些旅客反映呢，在不同的地点都会看到一个老阿婆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呢，就会问说：“少奶奶，请问现在几点啊？”有的人呢就会很好心的回答，例如现在是晚上的11点，他们就会回答阿婆说：“阿婆，现在已经是暗时11点外哦。”然后呢，阿婆就会说：“啊，你敢袂当带我去坐火车？我唔知影要安怎行去月台遐。”那很多好心的旅客就会说：“好啊，没问题，我带你去。”但是呢，当这些好心的旅客带着阿婆走的时候，没有想到一转头，这个阿婆啊，竟然呢消失得不见踪影，四处寻找呢，也找不到这个阿婆的踪迹。由于有很多好心的乘客啊，都怕阿婆是不是呢又走到迷路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跟车站的工作人员讲，请他们留意一下。如果呢有看到这个阿婆，就帮忙协助一下。因为车站的人员常常收到旅客的反应，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但奇怪的是，都没有看到大家说的是个阿婆，就连检查监视器也找不到这个阿婆的踪影。除了这件事之外，也发生过呢，曾经有年轻的旅客忽然在车站的1楼座位上惊恐的大喊说：“救命啊，有鬼呀！”
然后赶来安抚的工作人员啊，就听这个年轻人说呢，刚刚有一个老阿婆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呢，就向他询问说现在的时间是几点。那因为呢，这个年轻人当时正在忙啊，那明明是晚上的10点钟，因此呢，他就随口就回答这个老人说：“阿伯，起码7点呢。”然后就不理他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阿婆的脸忽然就变得很可怕，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听到呢，很像类似时钟在走动的声音。接着他的眼前呢就出现了一个时空黑洞，然后这个阿婆呢就抓着年轻人的手，并且把他拖进这个黑洞里面。当他醒来的时候，人呢却是坐在1楼的椅子上。因为有太多的乘客遇到这个阿婆，所以他在这个车站呢非常的有名。而知情的台铁人员也知道呢，他就是之前往生的这个阿婆，所以这些工作人员呢都叫她几点婆婆。直到后来这个车站经过台铁改善这个标示的动线，后来呢就再也没有听到呢有人遇到这个逢人就问说：“少年呢，起码几点嘛？”这个几点婆婆。故事说完了。其实周鼎国先生呢传这个故事给我的时候，他有明确的说出呢是哪一个火车站，但是因为我怕呢有人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就会对这个车站感到毛毛的。虽然呢我现在还是一个 YT 小透明，但哪一天啊，如果这个影片啊被很多人看到啊，我也很怕以后铁路局来找我麻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不说明呢是哪一个车站，只能告诉大家哦，是北部的某个火车站。那如果有看过我之前影片的朋友，应该曾经有听到我介绍周鼎国这位作家，他是一位历史小说家，因为热爱台湾这片土地，所以呢游走了台湾300多个乡镇，媒体称他为探勘达人。又加上他有敏感的体质，所以他分享的故事很多都是他到当地游玩的时候遇到的灵体跟他说的故事。不然呢，就是这些灵体会在梦中显影给他看。而他也因为这些特别的奇遇所以呢就把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写下来。也因为这样，他写了很多关于台湾各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加深了人们对地方的认识跟印象。他呢也借由上广播节目还有写作书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台湾这块土地。如果喜欢他的故事，可以到各大书局去寻找他的著作《台湾要见录》，或者呢是在我的频道里面也可以听到他的故事而他不可思议的经历还有他的故事啊，也即将在近期用动漫的方式在台湾播出。虽然呢我有看到毛片，但是由于还没有公布，所以呢我也不方便将这些动漫的内容放上来。等到确定要播出的时间了，我有收到消息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下星期五晚上9点，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如果有婚礼、尾牙、活动、商演等需求，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佳佳，我们下周见，拜拜。